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行箱子频道。这集也是我们2023年九州之旅的最后一天，总觉得欠大家的最后一集还是要快点做出来。在连续4天的大鱼大肉之后，今天的早餐也开始吃的比较少。准备完行李之后，也要开始准备集合上车了。下午也是我们要准备回国的时候，这时候的心情就好像窗外的小雨一样，不自觉的就有一点感伤。没想到在饭店的旁边有个市场，如果能够早点起床去旁边逛逛，好像也是不错的体验。如果下次造访，也只能再多做一点功课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导游说了些什么，好像也已经没什么印象了，只能多抓紧搭车的时光，多看看日本街道的风景了。到了下个礼拜，我们又要回归成一般上班族的生活。人啊，其实是很矛盾的生物。如果闲在家里太久，又会想找事情做；但工作了太久，又会想出去玩，不想上班。所以啊，反而是这种大家都在上班的时候，自己却不用上班，那种小确幸才是最特别的。从我们离开饭店，开车一段路就到了太宰府市，就抵达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景点——太宰府天满宫。这里可以说是我们的就地重游，基本上每个带团的旅行团，这里都是必来的景点。甚至几年前，我也曾经在频道里发过简单的影片。每次来到这里，也记得要摸摸入口的御神牛。据说摸摸神牛可以得到神牛的加持，让自己更加的聪明。这里也帮大家科普一下太宰府天满宫的由来。简单来说，这里是为了纪念一位叫做菅原道真的大人物。他是平安时代的一流学者，只是他的人生有点坎坷，晚年被奸人所陷害，以至于从京都流放到九州的太宰府，结果没多久就含恨病逝了。相传他死后的怨气很重，搞得京都天灾人祸接连不断，甚至也成为日本的3大怨灵的传说。当时的人们觉得需要安抚他，才能够得到平静，于是在他过世的地方建造了这座天满宫。后来慢慢演变成祈求学问跟考试成功的神社。能够在这里看到麒麟的铜像，就能够知道菅原道真就像日本人的孔子地位一样的崇高。来到这里，感觉到更多的是庄严肃穆的感觉。刚身在天满宫里面，多少可以感受到主神的个性，好像进到一个大文豪宅邸的感觉。进入主殿门口的左右侧，可以看到里面有着带着弓箭的护法神。虽然今天下着毛毛雨，但是参观的人潮依然络绎不绝。会法上面写着学生们心中想要的第一志愿，也让我想到自己当初考联考的时候，也是这样恳切的拜托神明让我考上理想的学校。今年跟上次参观比较不一样的是，主殿正在整修，远远的看过去，就好像一顶朝廷官帽的感觉。屋顶上种满着绿色植物，不晓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。每年我们到日本的时候，都会遇到日本的753节。日本有个说法，在小孩7岁的时候都是神明的孩子，因为早期医疗资源不是很发达，小孩夭折的比例很高，大家也只能祈求神明的保佑，让小孩能够健康平安的长大。在这里有这么多家庭带着小朋友来让大神祈福，就可以知道这里有多么的灵验。我想菅原大神应该有非常慈悲的心，照顾着非常多的人，几百年累积下来，才让太宰府天满宫这里变成远近驰名的信仰中心与观光景点。在主殿前面有2棵梅花树，相传这2棵梅花树因为太思念主人，于是从京都飞来天满宫这里。这里也有着飞梅的故事。此外，天满宫所贩售的御守，尤其是学业成就的御守，也非常受日本学生的欢迎。只是我已经进入社会职场了，大概也只剩下朱印章跟绘马，我会比较想收藏。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，今天安排用餐的地点就在天满宫后面，被梅花园所包围的造型馆，也是非常热门的用餐景点。
神轩帮我们准备的是定时料理，尤其是它的乌龙面很 Q 弹，看到吃完的空餐盘就知道这一顿料理有多好吃。走在天满宫里面，到处都是上百年的古迹，其实每个角落都有特别的故事，尤其是这里的植物都养护得非常的好，到处都是几百年的大树，只要看着就感觉让人心情很放松。在中间吧，你要拍就拍个中间。对啊，我要拍中间。金元大神生平的时候也非常热爱菊花，这里每到11月的时候就会举行大型的菊花展，装点了整个天满宫，这些都是由热爱菊花的日本人奉献给天神殿下的礼物。文采非凡的金元大神也写下不少诗词跟散文，流传于后世。他是平安时代的大文豪、学者跟政治家，也是现今的日本学问之神。你的衣裳好可爱啊，好可爱哦！每次逛街都会被日本人设计的可爱小雕像所吸引。老实说，这里的作品可以让你在不知不觉中，让你的钱变成你喜欢的样子。各位如果有机会去参访太宰府天满宫的时候，也别忘了品尝这里现烤的梅子饼。这里的味道跟伴手礼的梅子饼完全不一样，是一种不曾吃过的好吃美食。这里还有一个著名的打卡景点，是由建筑大师魏延武设计的星巴克。这里是由2000根木材交织而成的奇幻空间，来的话也别忘了拍照留念一下。回想一下，这好像是我第2次来天满宫，这里跟之前的店面也有一些不太一样，连武将馆的店面也都不见了。看来很多店家都撑不过1起的3年，可能是没疫情那一段时间就收起来了。之前这边很多药妆店啊，什么大国药妆，不是这边很多大那个药妆店，转角那一间来的。导游跟我们约在太宰府的车站里面集合。这次旅程呢，旅行社有安排2个电车乘坐的行程，也是蛮特别的经验。其实，在天满宫附近还是有非常多的观光地点，只要看一下观光地图，悠闲的漫游在这里的街道，绝对可以让你在这里探索了一整天。只可惜我们跟团的缺点就是时间上比较限制，也算是有好有坏。首先，你不用担心吃跟住还有交通的问题，也不用考虑到同行的家人朋友迟到脱队的问题。毕竟时间一到，发动的车可是不会等人的。如果大家不想出国把自己搞得太累，又不想做一堆功课，我们还是乖乖跟着导游走，才是最舒服的选择。我们在太宰府车站搭乘的是西铁电车，如果是常常自由行的旅人，其实可以考虑它的1日券会比较省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日本西铁官网查询。如果要从福冈市区搭车到天满宫，可以先搭地铁到福冈天神站，转乘西铁天神大牟田线，抵达西铁2日市，再转乘太宰府站，行车时间大约30分钟，车资大概需要花费400日元。我们这次搭乘的电车名称就叫旅人。导游这次安排我们做到就是在2日市那边下车，再转乘游览车去九州的拉拉破购物中心，那也是我们在九州的最后一个行程。你说出国旅游5天其实非常的快，即使你用尽全部的精力去体验每个景点的细节，但时间还是一下就用完了。虽然大家是看我的影片去体验沿途的风光，但还是比不上用双眼的1亿7000万画素所记录出来的影像与沿途发生的故事来的记忆更深刻。每年的这个时候也都在期待着出国，当然也是会同样体会着快要离别的感觉。最后只能靠着纪念品去回想啊，原来我来过这个地方啊。其实最珍贵的还是这一期一会的美好际遇，不是我们一定非来日本不可，只是每次来到了日本，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，
所以说缘分真的是很奇妙呢。然后我还要去做一个手续，我要去报关，我要去跟海关从早上问到下午，跟他在上课，从早上到下课再放他回来，他可不可以付这个几十万的这个卡费？男生童年有玩过玩具的，一定都有拥有过自己的钢弹。这里的钢弹是以《机动战士钢弹逆袭的夏亚》中的 RX-93V 钢弹为原型，1:1还原全尺寸。这里可以说是每个钢弹迷的朝圣之地啊！这个家伙要干嘛？他要变身哦，他是吉翁军的哦。他是联邦的。哦，联邦的啊。阿姆罗开的。他是阿姆罗吗？他现在是不是在自拍？对啊，他一开始就在练家说手上的。啊，我晓得他可能是拍 TikTok。最后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去过的景点吧。